最近，美国和欧盟开始休战，而欧盟之间友好全靠抹黑中国。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遏制中国发展。拜登以价值观拉拢欧盟，围堵中国，并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联合打压中国之后，美国和欧盟又开始勾连28国合伙打劫。在5月17日，美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达成金属关税临时休战协议达成共识，并且着手讨论全球钢铁、铝产能过剩问题。这场争端起源于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上任期间，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下，美国对欧洲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征收 10% 的关税。随后，欧盟对美国的出口产品进行报复性征税。为了巩固欧美关系，他们又强行甩锅给中国，暗示是第三方的错。联合声明中提到，美欧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等方面有共同利益，可以提高标准解决问题，并共同要求中国等支持贸易扭曲政策的国家承担责任。为了赖上中国，他们还发明了一个新词——贸易扭曲政策，还不如直接说商量好合伙打劫得了。恰恰是美国几年来一直在搞贸易扭曲政策，包括用政治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问题的根源就在美国。近期国内外大宗商品之所以涨价，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大量印刷的美元已经进入国际市场并泛滥，尤其是美国用印刷的大量美元定向搜购中国的商品，造成市场物资紧缺后必然涨价。然后中国为了完成订单，再向国际市场搜购原材料，又加剧价格上涨。华尔街拉高铁矿石的价格，对中国输入通胀想空手套白狼，欧洲也跟着起哄，但是中国反倒先秀了一波。自5月1日起，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将会让大部分钢材回流国内，给铁矿石市场降温。其实以前我们贸易地位不高，出口退税很大程度补贴了欧美和原材料国。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是我们打出的第一枪，欧美的制裁大棒将打到棉花上。事实上，打得赢就市场经济，打不赢就政治打压，是美国的常态。美国一直宣扬所谓的自由贸易，但是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形成的权利，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他们有竞争优势时就喊着自由，一旦失去竞争力就搞保护主义壁垒，甚至直接动用政治、军事等手段逼迫竞争者就范。现在美国甚至还把经济挂上民主的标签，难道经济还分民主和不民主？这也充分显示出西方已经山穷水尽，只能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打压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并非我们想象的只有春暖花开，更多的是暴风骤雨。就在5月18号当天，美军第7舰队的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再次穿航台海，并在自己的新闻稿中明确表示，这次是例行穿航。同时，也是为了证明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战区的承诺，随后绿媒就紧跟着表示，这是美国自拜登上任4个月内第5次穿航台海峡，还详细列出了具体是哪几次。比如1月20号上任后，在2月4号穿航台海的麦凯恩，2月24号的威尔伯，3月10号的芬恩号，4月7号的麦凯恩，再加上这一次的威尔伯，美军驱逐舰轮流上阵，不断给岛内传递支持台当局武力威慑大陆，并且可能武力帮助岛内这样的错误信号。所以最近就有岛内媒体撒丫子的做白日梦，比如台国防部智库就发布了一份报告，并在其中提到，一旦台海冲突爆发，美军可以在进驻台海地区的几个重要港口，而台军则可以到外海美军集结区等待夹击解放军。当然，岛内的白日梦终究是美军不断释放错误信号引起来的，所以针对美军这样穿航台海的频繁动作，解放军自然要给点反应了。虽然台海峡按照国际法来说并不属于中国领海，但是在目前国际局势的大环境下，美军不打招呼穿航而过，终究是在挑衅，是对中国的宣战，更不用说美军还特意提及是例行巡航了。所以美军炒作自己的挑衅行为，还为其打上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由头，其心可诛。5月19号一早，东部战区就发文表示，美国公开炒作的行为无疑是蓄意干扰破坏地区稳定，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对美军进行严密防范，全程跟踪监视，随时准备应对一切挑战。另外，对于美国的动作，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美军虽然天天挑衅，但真要是动武也是不敢的，毕竟代价美国承受不起。外交发言人华春莹此前说的，美军种种动作对中国一点影响都没有，无非就是他们多烧一点油罢了，就十分精辟。美军穿航台海的动作确实是向岛内发出了错误信号，但是那又如何呢？中国真要动手的话，美军还能真的插手吗？只有一个中国是全球公认的，拜登自己也几次三番的明确表示对这个事实是认可的。
也就是说，美军再怎么多的动作对中国的影响都不大。最后，美军几次三番的加快动作，更是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解放军在台海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中国的统一也是无法阻挡的事实。美军一而再再而三的动作，不外乎就是害怕中国统一进程加快，美国再也就没有了掣肘中国的牌而已。所以，解放军对美军最好的反戈一击就是无视美军，加快收复台岛。一直以来，美国对于中国的遏制态度昭然若揭，而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美国的遏制步伐也相应加快。更为险恶的是，美国甚至还拉帮结派组团来中国周边进行围堵遏制举动。日前，一则美日法澳四国正在我国东部海域联演震撼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很显然，这样的举动敌意已经十分清晰，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法国的加入。我们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忠实盟友，参加此次的联合军演并不奇怪。分析人士指出，作为稀客的法国加入到围堵中国行列中，已经表明欧洲在遏制中国这件事上已经蠢蠢欲动了。可以说，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敌意已经十分明了，他们似乎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遏制举动，就能够延缓甚至阻止中国的崛起进程。但是我军随后的一个举动，让他们的幻想破灭。据悉，在四国军演之际，中国军舰前出冲绳海域，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中国军舰做出这样的举动，必然大有深意。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中国而言，能够在四国军演之际前出太平洋，就至少达成了3个战略目标：一是美国及其盟友疯狂压缩中国生存空间之际，中国完全有能力反将一军；二是中国凭借着海军的飞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远洋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四国围堵中国之际，中国军舰仍然能够前出太平洋，这说明中国拥有突破第一岛链封锁的能力。与此同时，这更表明中国在战略上的日渐自信，这一点也被英国媒体意外清晰地捕捉到了。英国媒体表示，中国通过此举想让全世界都明白，抗拒中国崛起是徒劳的。英国媒体表示，美国等国气势汹汹来到中国周边挑衅的举动，并没有吓到中国，中国对其军事实力充满信心，并希望一些域外国家能够尽快意识到抵抗中国崛起是徒劳的。当然，这样的自信并不单单表现在我国的军事能力上，还体现在我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对外交往上，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我看到中国人越来越自信，心态也更加开放。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国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充足的底气，而这种良好的势头也必将会延续下去，不会因为别国的遏制而轻易终止。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崛起并不是一个反常现象，而是中国回归常态的历史重演。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在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世界中心，而西方主导现代亚洲才是十分不寻常的。